品伦，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台湾省城隍庙吗？对啊，怎么现在没错会出现在这里？因为啊，我跟老师有约说要去台湾省城隍庙，可是老师说一定要先约在这边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里有个很特别的东西。莫非是我看到的这一个吗？我在猜想，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我先打电话问老师看看好不好？可以。哎，老师，哎，老师你在这边？哎，老师，我想要问一下，跟我们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您。我是台北采光民俗学会的执行长。那我们这个学会呢，已经有30-40年了哈，主要是研究台湾民间信仰文化。好，那我个人呢是比较着重在四位神的信仰。哦，那所谓四位神就包含的家将跟神将这一种神的神兵神将的信仰。啊，这是我研究的主轴。在台湾地区哈，你只要看到这种碑、这种纪念碑，就代表着呢，这里可能会有古迹。哦，那很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之后被拆除了，为了让后人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原本古迹，所以他们就会建了一个纪念碑。那这种纪念碑在台湾非常的多，在台北市也非常的多。那这代表一个遗址在这里被拆走了。那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原本的位置在这里。像这一块碑呢，台湾省城隍庙。的旧址的碑，旧址的碑，对，那它以前是在这边，对，那现在拆掉到别的地方去盖庙了，但是还是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原本是城隍庙。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城隍庙在这里？是因为原本城墙就在这里，台北城的城墙就在这里，对，就在边边而已。对。那其实我们是听说，好像这个城中商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特色，然后一方面也是跟城隍有相关的。对，是不是我们稍微简单来唠一下，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好，我们边走边聊哈。OK。老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城隍庙在这个边的历史定位跟现在发展的文化其实息息相关，所以其实这边的整个街廓啊，都跟城隍有相关之外，整个商业发展跟脉络也是有相关的。对，以前虽然说我刚才说过了，艋舺比较早开发但是艋舺是传统行业。我们看到清朝茶的啦，还这个糕饼啊什么的，都是很传统的哈。但是呢，城中因为它比较晚发展，我们看到比较现代化的一些需要用到的民生物资，都在城中里面。那么城中除了有个城中市场之外呢，还有发展出非常多的商业的一些行业。对，譬如说重庆南路是什么？书街。哎，对，园林街。对，园林街玫瑰 A。对，然后这个中华路影音街，对，类似这一种的比较现代化的，还有我以前最常来就是博爱路画册，不是那个相机相机街，对，因为我以前喜欢拍照嘛，那就要来买相机之类的。我们看到说现在的比较需求的民生物资呢，基本上在城中地区我们就可以找得到。对，那这个呢，为什么跟城隍爷有关系？因为城隍爷驻守在这个城中区，就能够保佑当地的这个生意兴隆发展。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地方的发展呢，就会围绕在寺庙走。你会发现说，譬如说像北港朝天宫妈祖庙，它庙在路的中间，它就像一个八卦形的放射线的这样子，整个城镇都围着它走。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那城中市场旁边的省城隍庙也一样。就是说很多这些商圈呢，就会以庙为中心，然后慢慢的向外发展、扩张，这就是寺庙跟在地居民的一个连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这也是我们台湾比较特色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常在讲，有一间庙就一定是当初有一些商业发展，然后透过商业发展之后，大家需要有一个信仰。从这个信仰当中，再慢慢扩散到，有一个很大的宫庙，变成一个大家每天都会拜的一个信仰中心，这样。对，没有错。我们常常在很多传统市场里面，你会看到传统市场的某一个地区一个角落，它会供奉一个神坛，小小的，可能是拜土地公可能是拜关公，或者是妈祖之类的。那这些信仰，如果说当地的这个瘫痪信众愿意支持的话，也可能会帮他盖成一座大庙，对，就越来越繁荣。对，基本上是先以信仰为中心，然后慢慢的才会有可能变成一间庙这样子。对，有信仰，然后之后生意，然后过来就是经济的发展，对，越来越好。对。
这里越来越繁华，我觉得就是巩固这里的地位。没错，对对对，所以城隍庙在当地的信众是非常重要的一间信仰的庙宇，因为我们知道中正区也就是城中区，对，因为总统府在这边，所以我们又叫它博爱特区。对，这个地方呢，禁建啊，除了房子不能盖高之外呢，那很多相关的人事物也都很有限制。好，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中正区的寺庙是比较少的。省城隍庙，因为它是延续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在这边，日治后就已经在这边发展了哈，所以它变成是这一个商圈这附近呢唯一的指标性的一个地方上的大庙。所以它很少办活动，因为毕竟博爱特区它不能放鞭炮，本身也老年，只有可能有时候绕境比较大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帮大家保个平安这样。对，但是它就是早期能够办，现在就是不能办的哈。信众跟城隍爷的连结是很强烈的我记得在以前几年前呢，省城隍庙举办的全国城隍庙联谊会。第一次成立大会呢，我有来协助帮忙。那一次是全国的城隍庙都一起来这边共襄盛举。对对对，特别有行文去申请，就是说要一场绕境这样子哈。那当地的居民高兴的不得了城隍爷终于要出巡了，好几十年都没有看到他出巡了，大家纷纷捐钱出力这样子哈。就是说在地的信众呢，对于城隍爷的信仰是很深厚的。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继续往前稍微再逛一下吧。哇，李江老师现在来到我们的台湾省城隍庙的前面，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哦，阳光普照啊，那好，对啊，很适合。老师，我看到我们的台湾省城隍庙的外观也蛮壮丽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OK， 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去看到它的遗址的碑在那边哈，对，那后来呢就迁移到这里来哈，那刚才呢你讲到一个重点。省城隍庙，对，一般都是什么城隍庙，什么城隍庙，都冠上地名而已，对，但是这边为什么升省城隍庙？那就是因为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就拆了旧址，来到新的地方，到后来呢，台湾光复之后变成了台湾省。为什么它能够称省城隍庙？因为这边有总统府。它在一个省城的地方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早期也是关键的城隍庙，就是说清朝末期的时候呢，盖了城墙之后，然后建了这个城隍庙，属于官式的城隍庙。那其他的呢，就是一般的城隍庙，就不是官式的哈。我们寺庙分的这两种民建的跟官式的。那官式的地位当然比较崇高，尤其它又在这个很繁华的城中地区，对。城隍庙呢的城隍爷是一个官职，他不一定是某一尊神明，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老一辈的会告诫我们说，你生前如果为善的话，作为大善人，死后可能会去当城隍爷，会有这种传说台湾省城隍庙的建筑呢，又跟一般的闽南式的城隍庙不一样，但是在看到它呢是属于北方式的建筑，硬山单檐式的建筑。单檐式，对，就是那个屋檐有单檐跟双檐两种，有两种有些山式跟硬山式不一样的建筑工法那它是也算传统，但是属于北方的一个黄金瓦的一个造型这样子所以它的建筑呢。为了代表它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官庙的建筑，所以它建造起来外形跟一般我们闽南式看到的传统上面的这个不太一样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它也是会有一些装饰之类的我们看到有福禄寿三星双龙这个抢珠之类的底下我们看到还有八仙这些都是传统寺庙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元素。对，寺庙来讲的话呢，最漂亮的。石雕、木雕、彩绘之类的，都会在它的门面跟人一样嘛我们这样看到的正面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城隍庙里面呢，也有很多所谓的石雕、这个彩绘之类的所以都可以好好的欣赏。那来到寺庙呢，最主要除了参拜主神之外呢，就是欣赏寺庙这些建筑工艺之美。那老师我们就一起前往台湾省城隍庙进去看一看庙宇之美吧。好 ，OK， 一起走，嘿。
哇，老师跟我们刚刚在外面很热，然后看到外面外观那个建筑物其实很壮观，而且大家来这边祭拜的时候，感觉到那个心灵有可以稍微沉淀的感觉。可是我们进到里面来，哇，我看到一面很特别的一个匾额。对，通常这个匾额都是什么神威显赫啊什么，可是这个匾额看起来很特别。那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OK， 好啊，这个城隍爷哈，从历代呢这个皇帝慢慢赐封之后呢，有分的等级。那怎么分呢？分公、侯、伯。公、侯、伯。对，那譬如说像台南府城的这个府城隍庙啊，因为它是台南最早开发，所以它的府城隍庙的台南府的城隍是算比较高阶的，所以当时呢是封为威灵公。威灵公。对，那是公这个职位哈。那侯就比较多哈，侯就是譬如说嘉义城隍叫绥靖侯是彰化市的城隍叫仁爱侯。好，那也就是说，它掌管的地区呢，可能是一个都会区，一个比较大的都会区。那在下一层呢，就变成县的，县城隍的话呢，比如说很有名的这个安溪城隍，叫显佑伯。那这个呢，就是代表说它的官阶。到了哪里，它就管辖的地区有多大？一个范围，一个范围。但是历朝历代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京城，皇帝住的地区呢，他的城隍爷呢，应该要更高尚一点。对，比宫还要更大，那就封为王。封为王，那王就等于王爷级的喽，那所以呢，我们台湾省城隍庙呢，因为它就在总统府旁边，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最高的行政机构在这边，那我们这边也就仿造成以前的京城，一个国都，所以呢，经过请示之后呢，城隍爷呢就晋升为胡明宁王，那个升是晋升的意思，晋升的意思，对。那胡明宁王就是王级的，那这个在全台湾来讲，所有的城隍庙来说呢，它的等级是最高的，它已经是到王级了哈，没有再更高了，就是它最高的哈。另外呢，也得知了这个以前呢，我们所谓现在的228公园，原本是一座妈祖庙。台北的妈祖庙天后宫那后来就被拆掉了嘛日治时期就被拆掉了。那拆掉这一尊金面很大一尊的妈祖金面的就被请到监察院里面去，暂时放在里面没有被销毁。当时呢就有基隆三芝那一边新北市三芝那一边的俗称小基隆的府城宫的人士呢，看到哇妈祖这么大尊给我们拜好不好？他们就把它迎去盖了一间府城宫。那后来呢？这个台北市的民政局呢，翻资料看到了这一段历史资料之后呢，就认为说，那妈祖虽然被请走了，那是不是有机会把他请回来祭奠？让城中地区的人也继续来拜妈祖。所以呢，就举办了一次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那除了福成宫之外，也邀请很多妈祖庙来共襄盛举，譬如说关渡宫啊，什么宫，很多庙一起来共襄盛举大家轮流举办，来恭迎金明妈祖回到台北城。那因为它原本是城里面的妈祖，是那城隍爷是什么？城隍爷是地区的首长啊。城隍爷呢，每一次在举办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的时候呢，就会很隆重的扛着神轿，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北门外面，城外去恭迎妈祖回城，因为他是地主嘛，你是地主嘛，所以他变成就是这个整个队伍的先锋官。我是地主，我带您礼拜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他每年固定要举办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活动。是。老师，那个盛大庙会，听说，他是不是也是从城门的中间这样走？因为通常像这样那么地位崇高的神尊，他们应该不能走旁边，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看台北市的城门来讲的话，现在还保留最完整的呢，就是北门，是也够大，神轿扛进去也刚好不会碰到。省城隍庙呢就很热心的也很虔诚的呢，到了北门的外面去迎接。就按照古礼呢，从城门进来，是要不然北门平常很少人会这样，车辆也不能进出就唯一只有这一次的民俗庙会呢，会特别申请
好，因为北门是一个古迹啊，对，不能随便动它，不破坏它。那从那边进来，所有队伍都从那边进来这样子啊。那绕进城中区之后，就是很照古礼的从城门这样恭迎他回城啊。那祭典结束之后，再恭迎他回三芝。那也因为每年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迎接的动作，所以后来省城隍庙跟三芝小基隆府城宫变成很友好的搞回殿，联谊有庙啊。那当城隍爷呢晋升为王之后呢，我们看到这块匾额的落款呢。府城宫特别做来送给这个城隍庙的，就是说代表说2公年还有感谢你每年都来迎接我你们现在有这个需要这块匾额，由我来送，就是说代表他们交情很深厚，好像高贵这样的感觉。对，所以才会挂了这一块匾额。老师，我们来到这边有一个很大一面，这个是算盘呢。这做什么作用的？对，我们都知道现代化都用电子计算机。对啊，那手机算一算。以前的商贾或者是做生意的人，一定是用算盘在拨哈。对，在拨号。那为什么城隍庙要放算盘？因为呢，相传呢，人过往之后呢，土地公当进你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带你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城隍庙。那为什么要到城隍庙呢？就是说到城隍庙的时候呢，城隍爷要先把你这一生的功过算好，清算文判官呢就会帮你记录好，武判官呢就把你押送，看你是得要上天堂你功过一过的话，对不对？就上天堂。你这个过比较多，那你就下地狱。所以说城隍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装置，就是算盘。那所以庙方有写。不能乱动不能触碰。为什么？因为这是城隍爷在动的有的人就是会想要去动它那不行这样会乱掉就是说这个是城隍爷的宝物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它放在旁边，有时候放在门斗上面就是会有一个它可以清算人们的所以城隍庙的一般有些人呢就会认为说进去城隍庙，那他会怕的怕城隍爷清算你的功过其实基本上你只要存好心做好事的话对不对就不用怕那基本上城隍庙有它独特的一些神职的功能在里面。对，等一下我们进到内殿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城隍爷他有幕僚他需要有幕僚帮他一个人不可能做很多事情那他也有他的侍卫神之类的他也有他的这个同僚就是说其他的神明这边又有看到一面匾，对，又一面匾了，来了呀，我们慢慢走过来来看一下这也是城隍庙不能说必备，但是也常常看到的一块匾额以前的文言文会写耳来了耳来了，耳不就是我？对，也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的是你把来呀你也来了反正终究有一天你一定要来找我报道。是那这是一个谨善的一个警示用语。对，不光是匾额我们看到它的对联也都会这样写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对宗教的意义本来就是要劝人为善，不管你是哪一种宗教希望说你一定要做好事不要去危害别人这样子所以这种匾额呢，都是城隍庙呢很重要的一些宝物就是我们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呢，就一样的告诉他这些的含义，然后具有这个教育的实质的意义在里面。对。哇，那城隍庙里面很多的细节是，你走过了就可以发现说，哇，你可以跟别人分享很多细节跟他的故事在里头。对，我们就去往下走吧。好，老师往这边请。那我们等一下进入到内殿但是要进入到内殿之前呢，你会发现呢，在我们门口呢会有2尊庞然大物呢，这边也有在这里这下面这是七爷跟八爷是那七爷八爷呢，就是俗称的谢将军跟浣将军那我们看到他身上有个彩带，写着台湾省城隍庙那代表这个是庙方的直属的一个侍卫神。那七爷八爷呢，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有形的文化资产，会是用木雕的神像在我们庙里面我们也看到木雕的神像嘛如果是无形的文化资产来讲呢，它就会转变成要出行的时候使用的神将
啊，这个在台湾叫神将啊，在北台湾哈，那要不然就转换成人会动的八家将啊，八家将里面有谢焕将军啊，那也就是说这2位呢是城隍爷最重要的一个侍卫神的一个首领，一个代表，前面的将领，对，然后所以他们要在门口护着啊，让邪魔外道不能进到庙里面来。好，那正中间呢，则由门神来作为阻挡的一个对正式对，所以这2尊呢是我们台湾比较常见的侍卫神啊。那很多神明都会使用到他们2位，譬如说王爷啦，或者是只要主管阴司的神明呢，都得要使用到这2位啊，让请他们呢下阴曹地府去帮主神办事这样子哦。所以这2尊呢，还有里面的文武判官呢，都是很重要的侍卫神奇信仰啊。OK。台湾省城隍庙内匾额上的"你也来了"，下一句是"回已迟"。这句话的意旨在于警惕世人，他提醒人们要遵守道义，否则在往生后见到城隍爷时，将为时已晚，后悔不及。哇，内殿很难得的机会是可以进来的，对对对，一般人平常是没有让这个信徒进来参拜哈，都在外面参拜哈。对，拜一拜，拜一下城隍爷。那我们看到大殿，省城隍庙主神当然是城隍爷哈，城隍爷就是高坐在中间的这一位哈。那我们看到呢，寺庙里面神龛最大的那一尊，就叫正殿的城隍哈，就是正殿的神明。早期呢，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城隍爷的旁边还会有一尊，好，那时候小时候我就很好奇，那2尊城隍爷，对，好，那他们才跟我讲说哦。以前能够出巡的时候，是另外一尊城隍爷出巡的。为什么？因为中间这一尊是泥塑的，它根本不能搬动，然后搬动就碎掉了哈。所以很多大型的正殿的神明呢，都会是泥塑的，因为你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来雕刻它嘛，哈，所以大部分都会是泥塑的。那另外呢，做了一尊暖身的。就是神像的关节会动的，那种暖身的城隍爷呢，那时候是可以出巡的时候呢的年代，它是代表出巡的。那后来呢，城隍庙呢又雕刻了另外一对城隍爷跟城隍夫人，我们刚才讲说，每年他要去迎接这个所谓的妈祖回到台北城，或者是他们参加这个台湾这个全国城隍联谊会就会用前面这个另外雕刻的比较小尊的城隍爷呢来做对神教这样子哈。我们外观看最中间最盛大的这个最庄严的就是城隍爷。它的头顶上面的背后啊，其实我看到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八卦的这个东西对神明的不管是庙宇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对不对？对，我们看到城隍爷的后面呢是一只那个正殿的龙，龙上面呢，因为它这间庙特别的地方就是在龙头的上面再另外再多一个八卦，增加它的威力就是向外的就是照耀的外面那这个代表了城隍爷的威力所以说一般我们看到的寺庙的后堵的壁龙呢，会是一个正面的龙而已，但是它又多了一个八卦八卦我刚才讲过，有时候会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会在梁上面都可以反正这个寺庙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七星八卦的元素放在里面，对，有驱邪镇煞的一个含义，对。那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的配饰神这样子。那我们看到这个城隍庙有非常多的神龛一间寺庙不会只有一尊主神信仰而已它会另外会搭配着祭祀的其他的神明那祭祀什么神明呢？城隍爷就会有城隍夫人，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左边这边有城隍夫人，那城隍夫人早期也是跟正殿城隍一样，是用泥塑的这个很精致的城隍爷的另外龙边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济公活佛的一个这个塑像那也可以看到文昌帝君的塑像。
庙方人员有说，这尊文昌帝君很特别，它是白玉雕刻的。那我们再看到府边这边呢，除了有城隍夫人之外呢，还会有这个所谓的土地公。我们刚才讲过嘛，哈，土地公跟城隍爷是一个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对，土地公要负责把亡灵呢，好刚过往的亡灵带到城隍庙来，好来清算一下，来清算一下。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跟城隍爷有相关的配饰神呢，很完整。除了配饰神之外呢，它也有它的侍卫神，侍卫神就是文武判官啊，谢焕将军啊，这个就是属于辅助城隍爷的这个如果假设要出巡哈，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城隍庙呢还会特殊有一种幕僚神，幕僚神，幕僚神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因为城隍爷日理万机，每一位信徒来祈求城隍爷。城隍爷就必须要有他自己的幕僚来帮忙他，就是受理很多案件这样子哈。那最多呢可以有到24位幕僚。哇，这些幕僚呢都称为师。那我们在省城隍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奖善师，就是你做了好事呢，他就会奖赏你，帮你注上一笔哈。阴阳师，那阴阳师一般都是黑脸白脸哈，不过省城隍庙的阴阳师呢是红脸跟黑脸，跟黑脸哈。还有纠察师。对，那纠察师呢就是纠察官，那这是在龙边有3位师官，那左边这边呢，虎边呢，我们看到3位师官，书报师呢就是马上来报告。发生什么事情就赶快来报告这样子，传令兵的概念。对对对，那华二师呢就跟奖善师是一对的，就一个奖善一个华二，你如果说做得好跟做得不好，就是会这样会相对的哈，对，那也会有护德师之类的哈，其他的城隍庙甚至于可以到24师这么多，哇，我们这边城隍庙呢是配置到6位师官那也不代表说没有神像，这些师官就不在这里哈，他的神灵可能也会来帮城隍爷做服务所以说在城隍庙这边来看起来呢，整个系统呢是很完整的，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后面还有门神门神对，这对门神很重要哈。这个门神呢，因为城隍庙的庙体并没有非常的宽阔，对，所以我们看到它有2对的彩绘的这个画像，是那当然中间呢这一对呢就是门神我们所谓的门神一般都是金叔宝跟尉迟恭2位那这2位穿战甲的还背着弓箭的，这个就是在守卫宫门的。老画师很有名这个黄朝问老画师，他很早期的一个老画家画起来栩栩如生你看他那个胡须你看也翠秋就是好像真的浮在外面这样子这个门神不好画，就是因为每一块门板不一样大小，对你不可能去套用它，对你就变成是要自己去画稿那另外呢，两边的边门呢我们看到那一边拿什么？如意还有手是银吗？一个官帽，那是加官那这一边呢是一只鹿就是加官进入的意思。是耶，对，所以门神呢跟其他的彩绘一样都是蛮具深意的我们从这边站出去也看到梁上面都有彩绘所以说一间寺庙的艺术性就在这里就是说石雕、木雕然后泥塑像神明就有石雕、木雕、泥塑，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3种神明泥塑，还有呢白玉，白玉4种还有木雕，还有一个暖身的不一样的对对对，所以在这边呢，所以真的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大殿堂，对那。就算你不能进来看，站在门口拜拜的时候，往里面看一下都看得到。还有透过我们节目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对。而且我其实刚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有稍微观察到我们主神后面，它的前面有放了一块，好像是印章的东西。对，老师带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印信很重要代表主神的令旨他每一次要颁发榜文或者是一些公告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城隍爷的大印才算数。OK， 那等一下我们请庙方人员特例的这个打开借我们看一下这样子那我们去看一看，走。
哇，这大粒的啊，好硬呢。当时我们城隍爷升官的时候，是升我们就是说重新要订一个印章，然后就是找这个黑曜石。那当时我们找这个黑曜石在台湾都没有找到，到澎湖找都没有找到。哇！他刚好碰到一个做珠宝的朋友，很巧的，他拿来一张名片，我看到他做珠宝，我就问他，结果他这个是在内地大陆有做明珠歌曲，所以他就帮我找到这个大小。然后当时城隍爷讲说上面是要雕龙，是。然后上面就有标示到这个城隍庙的名字，然后再是城隍爷圣母。那后来他又说要雕了一个鸡血石，是城隍爷的石章，所以一样是这一位姓氏，他拿了他收藏的一个鸡血石，就是城隍爷的石章。他这个大小是城隍爷自己去指定大小这样子，他要的东西几乎都是指定他。我大概多大？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比较特别，都是他讲。像我这边一个算一个那个砚台，对，这个砚台很特别。这个砚台是他说的大砚台，然后上面有龙跟凤，哇，有五龙四凤，就吊在上面。这个后来是在大陆找到的，叫方。他当时跳的东西还有一支毛笔，这支毛笔是他说要。秀才毛笔很少看到这么长的，而且是没有结的，没有一节一节这样子，有结，它是一体成型这样。它这个就是整只是没有，哇，整只是没有，所以当时，他跟我讲要这些东西，我也都是找到一些人让我找到。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像老师我们了解说，其实很多庙宇在像有这种观音或是各种它周边神明需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透过一些指引，或是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像这个观音是他在盖文章、盖印鉴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是对我们传统的一些民俗信仰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东西。对，因为做官一定要有官印，要不然你就不像一个官了哈。所以这个印章都一定要保存得很好，平常就是不会拿出来哈。但是遇到有要发榜文、书文之类的，一定要盖上官黄。啊，这个刚才王小姐有讲，这个是他的官黄，这个是他的诗章啊。有时候城隍爷他也要发行出去的时候，用诗章也可以啊。对，然后看他这个章，它有一个比较特别，当时咱们邓爷爷啊，我的印泥上面都是要弄金哦，还有印泥上面都加金箔。哇，金箔也有在，所以哎呀，金，我都买一些金箔，啊，你买要登印来行为，我的印泥上面所以先弄上金箔，以后还把印章去印上去，哦，所以它印出来印章跟一般不一样。这代表着圣城隍的一个崇高的地位，对，一个官阶哈，一个人不玩官，一般都用朱砂都可以啊嘛，要用朱砂，红色朱砂，但是它因为它威灵显赫，它与众不同，所以它要加金箔进去，代表我是官方的代表，这个很重要的一项资讯哈。王小姐我公然公在哈，很重要，真的对。我们这边又看到算盘的，对，又看到算盘，而且还有笔砚，对，文王四宝都有。你做你家的，像我有这个大印台，是，这个是也大，这个是墨，是定做的墨，墨条，所以这些都是城隍爷要用的，平常不能拿出来，所以都放在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对，这个墨也是特别做。节目真的非常的温馨哇！今天都看到一些奇珍异宝哈，城隍爷专用的哈，那平常凡人也不能拿出来使用哈，真的是要城隍爷的没有对外造假。对，今天应该是首次公开哦，很难得，这个目像这个砚台做了了，这个目拢是爱配一对，当地出一对，像这个墨，这砚台是很特别，其实很重啊。哇，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大公开的所有秘宝这个城隍爷的秘宝，有龙有凤，有凤，非常的细致，真的很细致，因为这个也是我在大陆成的这样，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台商在大陆，他有这个信仰，我跟他讲的时候，他都帮我找。工也很细。对，工很细。你看他当时五龙四凤的时候，哇，这个去倒遐做，去倒遐做，我嘛想我无法度。不过伊传达落来了，阮就爱想家己来完成。
哇。像老师其实平常传统民俗的一些物件里面，很常看到像龙、像凤，像一些比较吉祥的物件，这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民间可能在信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比较吉祥的用意吗？对吧？因为龙凤麒麟这些是瑞兽、祥瑞之气啊，所以说寺庙建筑你看到龙柱啊，有这个百鸟朝凤的柱子，或甚至于壁画、彩绘之类的，你看到的都是福禄寿三星，或者是这些龙凤代表。寺庙是一个集合吉祥的地方，没错，所以说你到寺庙来参拜，你就可以感受到神明的威灵之力，还有这一些无形的七星八卦的干卦，或者是这些龙凤的一个加持。那城隍爷他虽然说我要用，事实上不止他自己用，他要把这些龙凤的这些无形的威力赐福给大家用的。对，是这样子。对，他才会指定我要这些东西。哇，我们刚刚看到那么多的城隍爷所使用的一些专用物品，像是这个超级大的墨条，首度大公开在我们节目上面，透过节目让大家知道城隍爷所御用的一些东西，哇，难得哎。对。那老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庙宇，像刚刚一开始我们从庙走进来的时候就介绍外观，现在我们到里面来介绍内观内面的一些东西。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庙宇，他们在上面的一些雕龙画栋，可能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像灯笼、像八卦等等这种装饰物品。像这边比较特别是蝙蝠对，这个从外面就看得到了哈。那一般来讲，这个上面呢，不外乎就是八仙或者是龙凤对，会特别画上蝙蝠，一定有它的用意哈。王小姐这为什么爱画蝙蝠？这个蝙蝠就是因为当时咱家有一个董事嘛是伊的前身就是淡水天元宫的董事长，伊来伫阮伫修整这个大殿的时阵这个大楼应该是民宿土做的土，所以因嘛惊讲咱厝的产生问题，所以咱内底再个用红毛头控制的。做这个条的时，伊就讲蝙蝠的意思就是束缚和代救。所以就用这个蝙蝠，后来当干事的嘛同意讲安尼，就是有福的众生进来，只要祈求，都是得到福报的。对啊，安内并就是咱庙的一个特色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在别的地方的庙宇是看不到这么多只蝙蝠共同赐福给信众的哈。除此之外呢，我们如果看到比较内层的内殿来讲的话，因为城隍庙呢，当时从旧址搬来这里要盖庙的时候，当然除了神像，然后让它的一些神龛也都要做得比较精致，毕竟它是关庙的代表那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神龛的雕刻就会非常的细致会跟一般的寺庙会与众不同因为它地位比较崇高一点，它代表官方的祭典。我那时候小时候还不太懂为什么他会做三线礼。后来我才知道说，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它是官式的庙宇，所以它必须要做三线礼来帮城隍爷祝寿。我记较早光复节每年光复节拢会做三线礼。即摆嘛是同款，每一年的25，咱就用传统的上最高阶的祝寿方法。对。所以咱用大三片礼。对。咱嘛曾经有这个首长拢有来遮做来参拜。这城隍爷因为咱较早讲伊是等于关老爷的意思，然后所以做官的人都是爱清廉公正，所以伊必须来拜城隍爷表示讲伊嘛会甲城隍爷同款，伊要公正也当为百姓所以为什么有冤屈为什么来申诉爱来家都是伊公正，伊不受人家贿赂。对。那这个三线礼规格等同于孔庙。在台北市要看到三线礼的祭典不多除了这个孔庙之外呢，最方便的呢，最亲近的就是来我们省城隍庙我记得我能够认识三线礼
鼓出烟，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我真的这边学到的，对，然后起飞把门打开，然后迎神进来，祭典完之后又送神啊，然后望寮啊，为什么我知道望寮这个名字也是在这边学到的？望寮就是那个烧那个书文跟那个金箔哦，望就是看到哈，然后寮就是燎火这样子哈，在外面有一个天殿哈哦，所以在这边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神城隍庙哈。如果各位有兴趣，光复节国历的10月25哈，就不妨来这边参拜城隍爷，一起祝寿哈，一起帮城隍爷祝寿，然后也一起参与这个祭典，很值得哦，很值得。开放的，咱这10月25大三面咧是开放，对。但是迄个你进行的中间可能无法度入来看，不过咱这2年拢有留一个大荧幕伫门口遐，有人看的地方。每一年到目前为止，每一年10月25同款拢有举行大三面礼，欢迎大家到时来参加，来接受。最起码也透过这样的仪式，让不管是民众或是想要来参拜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这种仪式的一些传承跟学习，可以认识到很多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在里面。对，很重要的一个传承。好，是。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还有我们的承办室，非常感谢你们。还有感谢老师，感谢你。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没有错，我们今天来到台湾省城隍庙，城隍爷的心就是公正不阿的心。所以其实呢，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啊，让大家来介绍到城隍庙的一些历史文化之外，一方面也是透过节目要让大家省思一下，省思什么呢？省思我们所做下的不好的，或者是好的。没错，为什么要显示不好的与好的？显示不好的，你就能醒悟自己要如何去提升你自己。那醒悟好的，如何去渲染别人，或者是说一起精进。来到城隍庙的原因，是因为让我们呢可以好好的去提升我们自己，以及省思我们自己。没错，人家说有因就有果。种什么善因就会有什么善果，所以其实呢，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多思考一下几秒钟，多思考一下几分钟，你就会发现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可以获取，提供给很多人不同的能量，不同的正能量，帮助他们可能在比较悲伤或者比较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一点点帮助。那一方面也是帮助自己得到一些善报。那今天来到城隍爷庙呢，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看到了很多城隍庙里面的这个官印，很多宝物，奇珍异宝。对，我们今天首次公开给大家看到哦。对啊，而且今天你看，像吕江老师也讲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以及说来庙宇的一些常识。城隍爷在我们死后，然后帮我们清算。那你该去地狱，或者是说你做很多好的，到了天堂。对。然后以及我们佛祖来迎接你到西方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因果的循环。没错。所以呢，其实我们节目呢，就是要透过每一集走访不同的宫庙、不同的寺庙，提醒大家心要存正念。对。所以透过节目让大家认识，除了宫庙的文化跟历史之外，心存正念是非常重要。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起来哟！也可以在下面帮我们留言，看看你想要留言什么，跟我们做互动。拜拜。